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我这是在哪里？突然脑袋一阵刺痛，各种信息都在脑袋里翻腾着，握紧拳头强忍着疼痛，大约有10几分钟，疼痛终于过去了。我这是穿越了吗？李来福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真的吗？穿越了？他这座身体的原主也叫李来福，关键这个缺德的名字难道就不能换一换，非得叫来福吗？原主5岁的时候母亲得病去世，他父亲后来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寡妇，也就是原主有了个后妈，这后妈还带了2个半大小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以后自己就是1960年的李来福了。当他轻揉着头，突然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空间。我去，穿越真的有福利。深吸了一口气，平缓了一下心情，又发现了一个功能，那就是不能隔空收东西，可以用媒介，只要东西相连，就可以收到空间里。刚一歇下来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，加快脚步走进南锣鼓巷口88号大杂院。来福回来了，早晨你爹还在门口找你呢。刘奶奶早，快回去吧，回去晚了，你爹在揍你。知道了，刘奶奶。来福回来了，赶紧坐，我去给你盛糊糊。李崇文瞥了他一眼，低头喝着糊糊。李来福也独坐一面，2个小子低头喝着糊糊。这兄弟俩没少挨揍，很怕他的。每次李来福为他俩挨揍，等到大人不在，他就得偷偷揍他俩一顿。来福，快吃吧，肯定饿坏了吧？谢谢姨。谢啥？这是姨应该做的。李来福看着碗里，基本上都是野菜，只有很少的玉米面。桌子一圈人是坐满了，桌子上就一个大碗，里边是黑乎乎的腌野菜。别光喝糊糊，吃点咸菜有力气人啊，就离不开盐。当家的，我再给你盛点吧，你就吃了个碗底。吃一口就得了，到中午食堂有饭菜的。他又对着李来福说道：你吃完饭带着2斤高粱面去你爷爷奶奶家一趟。乡下这个季节虽然能挖到野菜，可是也不能光喝野菜汤啊。我知道了，有事没事别欺负你2个弟弟。李来福突然想到他爷爷奶奶家，可是在农村，他的空间里可是有一大片土地呢。知道了，爹，我想在爷爷奶奶家多住几天。那你再多给他带1斤高粱面。好的。李崇文走后，赵芳便收拾碗筷。大哥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别揍我行不行？这小子比谁都聪明，知道李崇文走了，赵芳不会护着他俩的，所以赶紧先服软投降了。放心吧，以后大哥不打你了。大哥，你说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大哥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大哥，我也以后听你的。行了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弟弟，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们俩了。3兄弟就这么和好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赵芳在厨房抹着眼泪。大哥，你看什么呢？帅哥。什么是帅哥？你不是大哥吗？你咋那么粘牙呢？不知道别问。哦，好吧。赵芳在屋里出来，递给李来福一个小面袋子。这是给你爷爷奶奶带的高粱面，你拿好了，可千万别把袋子弄破了。小面袋子就那么2、3斤，别看东西少，在农村都有可能换个媳妇回来。这年代可没有什么彩礼嫁妆之说，这么2、3斤高粱面，这也是他们家从嘴里省出来的，所以赵芳才郑重交代他。几个人出了家门，走到大门口，老刘太太在大门口。小芳，等你半天了，今天咱们可要走得远点，城墙跟野菜都被挖光了。走在胡同里，朝着东直门走去。这年头稍微孩子多一点都吃不饱，夏天全靠野菜充饥了。大哥，这包子可真香。等过几天大哥挣钱了，请你吃，让你一次吃个够。大哥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这今天是怎么了？你家3个孩子怎么这么好了？来福长大了，懂事了。看着李来福盯着供销社门口。大哥，你说那里面的东西好吃吗？可好吃了，等大哥有钱给你买。谢谢大哥。出了东直门，走到十字路口，赵芳他们挖野菜都是围绕着河挖，而李来福就要直着朝东走，还有5里路。来福，你路上小心点，别把袋子弄破了。我会当心的。姨，那我先走了。刘奶奶，我先走了。大哥再见。大哥再见。路上当心点。李来福顺着路快步的朝前走着，听到身后传来铃铛声，很自然的回头看了一眼。来福是你吗？铁柱，你有没有点大小了？来福也是你叫的，你要叫来福叔。李铁柱把牛车停下，看着李来福，在他印象里，这个小叔叔从来都不计较这事。李来福可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从小也就这么叫了。他30多岁总不能跟10几岁的小屁孩叫叔，他大儿子都跟李来福差不多大，这怎么2年没见还变样了？别跟个傻子似的，要么你先走，要么我先走，你是要抽死人吗？你这小子想找揍啊？你揍我一下试试，你敢揍我，回到李家村，我就带着我爷爷去找你爹，我那个村长6哥，让我爷爷教训教训他，问问他是怎么教育儿子的。
李铁柱立刻服软了，这小子在城里待2年，现在不好糊弄，这要是把老太爷请出来，他和他爹都得挨揍。叔，来福叔行了吧？算你小子识相，你怎么从城里回来的？公社给咱们村分了1张分票，我今天正好没事去城里边拉回村。现在大份也要票了吗？去年张家堡和陵水村因为在城里抢分打起来了，后来城里就统一管理了，把分票送到公社，公社再发到村里。你快走吧，在这里臭死人了！这大夏天的，稀里糊涂的大粪，简直是臭气熏天的。臭啥臭？这还不是人拉的，他也累了，我正好在这休息会。那你继续闻着吧。来福叔，你别走啊，咱们再唠唠我大爷爷在厂子上班咋样。李来福根本不回答他的话，撒腿往前跑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终于走到了村口。小子，你找谁呀？我找李狗剩。啥？你找老爷子？你这老太婆眼睛不好，还净喜欢大岔抢话。这是老太爷的孙子，咱们的小兄弟。一个老头说道。他是谁？李来福是真记不得了。小弟，你一个人回来的吗？你爹我大叔怎么没回来？李来福感觉太有意思了，50、60岁的老头跟你叫弟弟，太好玩了。我爹还要上班了，没有时间，他让我回来看看爷爷。聊完，李来福继续顺着村里往前走，没过多久便到了爷爷家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孙子你可算来了，想死爷爷了。爷爷，你慢点，别摔着了。大孙子长高了，都快有爷爷高了。爷爷，我奶奶呢？跟你二叔二婶去山里采野菜了。你拿的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爹让我带的高粱面，他怕你们天天吃野菜，对你身体不好。净操闲心，他自己要养一大家子人，还给我们送什么粮食？爷爷，那都拿来了，你们就吃吧。再说城里边毕竟还有粮，你们每次都得等到秋收了。今年雨水又少了，要是往年大地里的玉米都快熟了，今年又是一个粮荒年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李老头去放粮食，李来福打量着院里在靠近窗户的地位，有一小块地种了10几20株玉米，已经1人多高了。大孙子口渴了吧？喝点水。爷爷，你怎么可以在院里种玉米呀？这是你那个村长6个孝敬我的，在李家村也就你爷爷我有这待遇，这可是我天天啥也不干，拼命浇水才长起来的。咱们山下地里的玉米现在才到腰间，晚上让你奶奶给你煮1岁。李来福真的感动了，这年代谁敢啃玉米啊？这年头的玉米要连着棒子一起搅出来的面，也叫棒子面。他倒是没拒绝，倒不是为了吃，而是想抠下来几粒做种子。爷爷，我现在就饿了，要不然我自己煮吧。行，爷爷帮你煮吧。爷爷，我煮个玉米还是没问题的，你就别管了。好好好，我孙子现在是大小伙了，再过2年就可以娶媳妇了。你爷爷我也可以抱重孙子了。爷爷，你就等着抱重孙子吧，到时候我让媳妇多生几个，你和我奶奶就天天给我看孩子吧。好好，你有孩子就送爷爷这里来，爷爷帮你养着，可别像你爹那个玩意，把我孙子带去城里，好几年回来一次。你可是我们李家的独苗啊。李来福已经走到玉米边上，东边第5棵那1穗玉米长得最好，把玉米掰下来，拿着往厨房走。李来福快速把玉米剥开，小心翼翼抠了20多个粒下来。把玉米下锅以后，他坐在灶堂口添着柴火，看着新鲜的玉米粒，咬了咬牙，把20个玉米粒直接种在地里。毕竟空间里的黑土地肯定不会那么简单。爷爷，我吃一半就行了，这一半给你吃。大孙子，你吃你的，爷爷不吃。爷爷，你要是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我吃1点就行了，剩下的给你奶奶、你二叔二婶，还有小龙、小虎他们也尝一尝。嘴里吃着玉米，意念却进入了空间。意念刚一靠近土壤，突然感觉土里好像在吸收他的意念，玉米也随着意念的流失在快速的成长。第1颗、第2颗、第3颗，随着第10颗玉米成熟，李来福头上一阵刺痛，休息了半个小时，强忍着困意，把10株玉米、35个玉米棒、玉米粒全部取下来，起码有5斤，直接又种在土地里。这一次种了有半亩地。爷爷，我困了，睡一会儿。大孙子，困了就睡吧。全村999户人家都是挖野菜、啃树皮过日子，而这个男人却带领着全家吃着大鱼大肉，更是在空间里种植起了蔬菜。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奶奶都回来半天了。奶奶，大哥醒了吧？我和弟弟能进来了吗？你大哥醒了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二叔、二婶，你们也回来了。你这个小子2年没见，都快跟我一般高了。二叔，你放心吧，明年我一定比你高。大哥，玉米在哪呢？爷爷刚才说等你醒了可以吃玉米。一天就知道吃，过来吧，还能少了你们的。说完，老太太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白瓷碗，里边都是玉米粒。大孙子，你先抓点吃的，然后再跟他们分。偏心眼的老太太也不在乎儿媳妇的态度，直接对李来福说道。李来福偷偷看了一眼二叔二婶，这夫妻俩没有一点不高兴表情，好像觉得这是应该的一样。奶奶，我中午都吃了一半，现在还不饿呢，你们吃吧。我和大孙子都吃过了，你们就分着吃。转眼到了吃晚饭的时间，老二啊，你们一家也别回去吃了，就在这里吃吧。你大哥带了3斤高粱面过来，
一会煮一锅野菜，多抓几把高粱面。小翠，你跟我摘野菜。好的，娘。二叔，小丽怎么没过来？我还以为你把妹妹忘了，亏她经常说想你，她也去城里了，跟她表姨娘去学裁缝了。我家小丽可说了，学完裁缝还要给你做身衣服了。把李来福说的脸一红，他都把这个妹妹忘了。太爷爷，院外传来了李铁柱的声音：“二爷，二奶也在啊。”铁柱，你有啥事吗？我爹听说小叔回来了，让我给送过来一个鸡蛋。铁柱，你拿回去吧，我不吃。我可不敢拿回去，我爹那暴脾气，再揍我一顿。李铁柱说，按把鸡蛋塞在李老头手里，起来就跑。李来福追到院门口：“大孙子，别追了，他爹可能是感谢我。去年底公社要撤了他这个村长，我在村里发话，谁也不准跟他抢。公社没办法没扯上。老头子，把鸡蛋给我，我给我大孙子煮上。奶，你可别煮啊，咱直接打散了，倒在野菜锅里得了，大家一起吃。那怎么行？奶奶，你就听我的吧。”李来福拿着鸡蛋朝着厨房里走去。行了，孩子们吃东西都在后头了。再说孩子有孝心的时候别拦着，你一味的惯着，再把孩子性格弄得不好了。哼，就你有理。娘，我也拦不住啊，你看来福把鸡蛋都打到锅里去了。打就打了，这孩子孝顺，我再往锅里放点油。那可不能糟蹋了，我再添2瓢水。几人吃好晚饭。爹娘，来福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吃太饱了，可不能乱活动。那就赶紧回去吧。爷爷，我六哥做村长做得好，怎么公社还要撤掉他？他就是个一根筋，所有的村长粮产1000斤都敢报1万斤，把留给村民的口粮都交上去了。这里老六实打实的上交不说，还先把村民的口粮都发放，这明显是跟公社对着干，人家还能不收拾他？不过也好了，这小子去年冬天好多村里都有恶嘎的人，只有咱村没有。你个老头子，跟大孙子说这些是干嘛？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还以为大孙子传谣言了。睡觉睡觉。早晨起来，大孙子别乱吐，吐在房檐头那里几个小土堆上，那里是奶奶种的南瓜。李来福看着5、6个小土包，奶奶这季节也不是种南瓜的季节，现在还管什么季节？只要耐长出来，够吃2口就行。这也是你爷爷我面子的，要不然你看别人家敢种一根苗呀。别听你爷爷吹牛，他哪是面子大呀，他是辈分大。爷爷，咱们村怎么不去山里打猎呀？这么大个山，肯定有好多猎物的。打啥猎？打到猎物也都喂狗了。咱们村里的枪都是公社里的，前2年野猪下山，咱们村直接打了2头，公社那帮人给咱们村里30多户就给留了1套猪下水。大孙子，你可别往山里跑，那山里野猪可凶了，你可是咱们老李家的独苗，以后咱们家可就全指你开枝散叶了。这事情老太太可是盯紧了，毕竟她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已经对不起老李家了。这一个大孙子可是一根独苗，万一有点啥意外，她可没脸去见公公婆婆。奶奶，你放心吧，我哪敢去打野猪，我就想进去玩玩。城里边可没山。孙子还真准备进山呢。爷爷，你总不能让我回到你这里，就在你家院里待着，那我很无聊的。那你得答应奶奶，不能进深处，只能在边上玩一会儿。吃完早饭，李来福已经看向那5、6个土包当中的南瓜种子。娘，挖野菜去。来了来了，大孙子去山边上玩，可不能往里走啊。奶奶，我又不傻，我就在山边上玩。老太太走后，院里就剩下老头跟李来福。爷爷，我出去玩了，早点回来，别走远了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李来福扛着锄头朝着后院山上走去，走了1个小时，已经进入深山了。走到了一片山沟里，开始用锄头挖深坑，拿上树枝盖好以后，意念进入空间，催熟了一根玉米苗，把玉米杆、玉米棒、玉米粒都撒在陷阱里面，疼得不得了。不过为了吃肉，用意念侵入空间，把那1粒南瓜种子催熟，一根藤上2个瓜，每一个都有20多斤。中午他可不想吃野菜糊糊了。突然草丛里有动静，已经能听清咕咕的叫声，把手放在草丛边上，嗖的一下都收到空间里。2只鸡还有12个鸡蛋，这下收获真不少了。怀里抱着大南瓜，朝着山下走去。来福，来福。二婶，你过来一下。你这孩子，你奶奶都说了，不让你往山里边跑，你怎么还从里边？我的妈呀，娘，你快过来看看来福拿的啥呀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大孙子咋的了？我的老天爷呀！大孙子，你这是在哪弄南瓜呀？奶奶，我在山里边捡到的。李来福撒了个谎，至于相不相信那就不是他的事了，估计他们也会相信的，毕竟李来福空手来的。娘，赶紧把东西收起来，咱回家吧，这要被人看见还得了。你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年头你还敢抱着南瓜满山跑，你不知道这人都饿疯了。我的娘啊，来福，你是咋抓到鸡的？他们钻草丛里了，
被我给扑倒了。小翠，你把南瓜抱着，我把鸡放在篮子里，把你那野菜也拿过来盖在上面。老太太手脚麻利地安排着。我的小祖宗哎，你带着粮食带着肉，还敢在山里闲逛，你要吓死人呀！奶奶没事的，都是咱们一个村里的，谁还敢抢我东西？咋的？说什么胡话？这山周边可不止咱们一个村，咱村的没人敢抢，别的村可不管那些。看见你一个小孩手里有粮食有肉，还不给你抢了？你这孩子，以后可不能让你上山了，你咋还敢爬树啊？这要摔下来咋办呢？行了，赶紧往家走吧，路上谁也别说话。两个人走在前面，把李来福笑得够呛。奶奶，二婶，我还没进来呢。娘，咱俩怎么还把咱家的大功臣关在外面了？可不是咋的，这一路上给我吓得把大孙子都忘了。一惊一乍干什么玩意儿？老头子，你看大孙子带什么回来了？我孙子这么厉害吗？爹，你孙子简直太厉害了，你看看这是啥？亲娘呀，我活这么大年纪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南瓜。奶奶，赶紧做点吃的吧，我快饿死了。好，好，奶奶给你煮南瓜汤喝。奶奶可别煮南瓜汤了，把那个南瓜蒸了吧。那就听孙子的。李老头子直接发话了，李来福那句来这里总不能在院里待着，把老头吓到了，很怕孙子不爱来这里。小娟，你去给来福切一块蒸上，我们等晚上再吃吧。他们都是一天2顿饭也没吃中午饭的习惯，也不是说没习惯，关键是没东西吃。二婶，你直接蒸一半吧，你们要不吃，我也不吃，我再去把小虎、小龙叫过来，一起烤鸡吃。听孙子的吧，咱们都借我大孙子光了。好的，娘，来福，你不用动了，我去把那2个臭小子喊过来。也就1分钟，噔噔噔，2个小玩意儿就进来了。大哥，给你们烤鸡吃，怎么样？大哥厉害吧？真的吗？大哥，你真的给我俩烤鸡？这不废话，大哥啥时候骗过你们？大孙子，这鸡可不能烤，你这么大个鸡，用火一烤啥也不剩了，你还是让你奶奶给你煮着吃吧，你去坐着休息吧，奶奶给你弄就行了。没过多久，饭便做好了。爷爷，你咋还有酒啊？我这2斤地瓜烧留了快7、8年了，每次等着有好菜才能喝一点。孙子挣钱了，天天让你喝好酒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享大孙子的福了。奶奶，我吃不完给你。大孙子，你吃吧，奶奶这碗里有肉的。奶奶，你要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老太太终于没家回来，李来福却高兴得不得了，这种亲情他上一次做梦也想不到。大哥，南瓜好甜，大哥南瓜好吃。这南瓜是真甜了。大孙子，你是在哪里捡到的？我抓鸡的时候在草丛里捡到的。李老头也没说什么，他虽然在山根底下住了一辈子，也没捡到过一个南瓜，不过也只能感慨孙子运气好。爹娘，我去给宠母送去点吃的，他们中午挑水出力气。去吧，去吧，你也快点回来吃饭，这一顿可是比过年吃的都好。二婶拿着毛巾包了一块南瓜，还有鸡朝着门外走去。你咋来了呢？你没和咱娘去挖野菜吗？我来喂狗。二婶开着玩笑，把毛巾递了过去。李崇武已经好长时间没见过自己婆娘高兴了，打开一看，这是哪来的？二婶笑着把李来福今天上山的事情说一遍，又说他娘在炒鸡杂，他爹已经喝上酒了。这小子还真是来福，他一来我就有口福了。你刚才是不是说我爹喝酒了？是啊。你这个傻女人，你还带东西来干嘛？直接叫我回去不就完了？这要慢一点，我爹可就喝完了。你个缺德玩意，老娘好心好意给你送吃的，你还埋怨我，老娘也回去吃饭了，不理你了。李崇武也没哄他媳妇，而是直接跑向另一边。老六，我请一下假，去我爹那里看看，我下午多挑几担行不行？二爷，我二奶给你送啥吃的来了，你再怎么饿也不能连食也吃啊！我去你爹篮子！你小子，你说谁呢？你个缺心眼的玩意，你二奶奶还能特意给你二爷送屎吃？那可不一定，兴许我二爷就喜欢吃热乎的了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爹啊，你那酒可慢点喝呀！你们中午不是跳水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不回来不行啊！爹，你那酒还有吗？你这个小子就惦记我那点酒。来福，你可真不愧是来福，你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。你二叔我可要谢谢你了，我都3、4年没喝过一口酒了。二叔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客气啥？大哥，另一半鸡什么时候吃？晚上咱们还吃南瓜吃鸡。南瓜吃就吃了，不吃容易坏，那鸡可不能吃。孙子，你带回家去。爷爷，咱们就好好吃吧，咱们大家都补补身体。再说我又不是1、2天就走，我要是没有好吃的，我可就要走了。说别的没都没用，就是这句话最管用。老爷子是真想大孙子，自从去了城里几年就回来2次，前2次回来还没这么热情，这次回来他感觉都不一样了，亲切的不得了，所以更不舍得李来福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晚上还有鸡肉吃。高兴个屁啊！这一顿吃的还不好啊！
那另一半鸡是给你大哥吃的，你们晚上给我老实回家吃野菜糊糊。二叔你这就瞎说了，我一个当大哥的还能吃独食啊？你们晚上也别回去，都在这里吃就完了。一家人吃饱饭都在院子。娘，咱俩下午还得去挖野菜吧？行，我拿篮子，咱俩就走。大孙子，你下午可不能上山了，万一走远了，黑天了可就找不着回来的路了。奶奶，我下午不上山。好大孙子，我也吃饱了，到山下挑水了，省着下午挑双份再给我累倒了。走了，别玩石头了，大哥带你们去河里洗澡钓鱼去。大哥，我们也没有鱼竿、鱼钩，咋钓鱼啊？我前些天看到咱们隔壁村有个老头在亮马河里钓鱼了。这你们就别管了，你们俩赶紧去挖蚯蚓，我来准备鱼钩。李来福直接回到屋里，在墙上找了一根针，从房间里出来2个小孩，站在院里连动都没动。不是让你俩挖蚯蚓了吗？站在这里干嘛？大哥，村子里哪有蚯蚓啊？只有到河边才有的。李来福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去仓房直接找了一根绳，又找了一根2米长的棍。大哥，我看个隔壁那老头钓鱼，那线可细了，鱼竿也可细了，你怎么拿个棒子？别废话，跟着就行了。3个人来到亮马河。来福，你咋带他俩来河边了？天热想洗澡吗？六哥，你家大小子直呼我名，你也不管管，是不得叫我爷爷去你家找你谈谈。李崇武正把李贴住恨得牙根直痒。来福，去叫你爷爷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这小子嘴贫着呢。李老六也害怕，别人叫不动老太爷。来福，这个老李家的独苗一叫老太爷，保准屁颠屁颠的就来，他也不想挨骂。你小子找揍呢，没大没小的，那是你叔。小叔，你不会是用麻绳钓鱼吧？你管那么宽干嘛？该干嘛干嘛去得了。来福叔，你居然拿麻绳钢针弯钩钓鱼，你能不能去干活？再屁话，我让小虎小龙打你儿子了。别，小叔你别生气，我就休息一会不说话还不行吗？李来福把麻绳上拴了块石头，便开始钓起来。小叔，你要是真想钓鱼，我去隔壁村给你借个鱼竿，你拿木棍子和麻绳，想钓鱼那就扯淡了。你能不能别吵吵？小叔，要不然我现在就去，我去。李来福已经提起一条鲫鱼了，他是用意念控制鱼钩扎到鱼头上。小叔，你怎么知道鱼咬钩了？你傻呀，没看到麻绳伸直了？大哥，这鱼咱们拿回家吃吗？你个馋猫就知道吃，你在边上挖个坑，放点水，把鱼在里边养着，大哥多钓几条，咱们再回家吃。来福叔，我去，又上钩了。李贴柱喊了一声，李来福又扯上了一条2斤多的鲤鱼。小来福，你要成精了，拿个木棍麻绳都能钓上来2条鱼。二叔，你别吵。李来福感觉到一条好大的鱼，木棍被拽走了，扑通扑通，李崇武、李铁柱俩人一个猛子扑到河里。来福弟弟，这鱼直接做了吧，给大家吃。我这里还有2条鱼了，回去够我爷爷奶奶吃了。谢谢小叔，谢谢小叔。李崇武抱着大鱼在村里一走一过，所有人都聚集到村部了。六哥，这大鱼可有我的功劳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油啊？这可是公家的，下次可没有了。知道了，走了，回家大哥给你们做好吃的，都在这里喝鱼汤灌水饱了。回到爷爷奶奶家，大孙子，你真钓到鱼了？爷爷，我大哥钓了好大一条鱼了。一天净瞎说撒谎，我让你爹揍你！那么大个鱼把你都叼跑了。爷爷，我可没撒谎，大哥真的钓了好大一条鱼，不过鱼在村支部被老六哥拿去做给大家吃了。孙子，你真的钓到了吗？爷爷，我只是钓到了，不过没拽上来，是二叔和铁柱他们好几个人下去抓上来的。居然在村部吃饭，你们怎么还回来了？爷爷，我都好长时间没吃干的了，我自己做点大饼子吃，咱们吃这2条鱼就行了。说完，李来福便去了厨房。崇武，大家都在村部喝鱼汤，你们爷仨在这里干嘛？娘，大哥在做好吃的，大哥说他做的比村部的鱼汤还好喝。你这娘们都没有我儿子聪明。你聪明个屁，你就是脸皮厚。你脸皮也不薄，你们2个大男人就让我大孙子做菜。老太婆，你可别瞎说呀，不是我让孙子干的，是他自己非要做，肯定是你做的不好吃。我做的不好吃，咋没把你吃嘎？哎呦喂，大孙子，你快放着奶奶来弄吧。奶奶，你们洗洗手准备吃饭吧，我这都做好了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娘，来福做菜可真香啊，这以后谁要嫁给咱家来福可有福了。那是，就算我大孙子不会做菜，你就光看他长那么俊的模样，以后找媳妇都不难。我都快有2年没吃饼子了。爷爷，你们不吃窝窝头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农村吃窝窝头？傻子才吃窝窝头，有一个窝窝头的玉米面，我放点水可以煮一锅玉米糊了，
总比喝白水好。大哥，你这饼子里是不是放糖了？好甜好甜啊！小虎、小龙，你俩一人只能吃一个饼子，喝点汤，吃点肉，这饼子可不能管够吃。二婶，你就让他们吃吧，这孩子也都缺营养。这年头谁又能不缺营养？来福你别管。只有李来福喝了一大碗鸡汤，吃了4个饼，剩下几个人都一人吃了1个饼，喝了1碗汤。在他的记忆当中，至少有1-2年没有吃得这么撑了。孙子，你少吃点，别把肚脐撑破了。知道了，爷爷。第二天早晨，大孙子，你奶奶把鸡蛋都煮熟了，你早饭就吃这些鸡蛋吧。爷爷，你也吃。大哥，你醒了，奶奶早晨给了我们一人2个，我们不吃，大哥你吃吧。从大哥来了，这2天他们吃的已经够好的了。昨天他们爹娘都说了，不准跟大哥争嘴吃。给你们，你们就吃，跟大哥客气什么？大哥，你还要进山呢？我不进山，去哪给你们找肉吃？你们老实在家待着。那好吧，大哥，我们就在爷爷家等你，你要早点回来啊。李来福又去厨房拿了4个饼子出来。孙子，可不能进山里边了，就在山边玩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仰着头朝着山里走去，走到了他昨天挖的陷阱地方，又收了20多个鸡蛋，鸡都有2只，玉米粒1个都没了，陷阱却好好的。索性在空间里拿出一个大南瓜，放在陷阱里，继续朝着山里走去。悠闲的在山里逛着2个多小时，才走到野猪陷阱的地方，便听到几声猪的叫声。我去，不会是抓到野猪了吧？摸着旁边，嗖的一下就收到空间里，2头猪一动不动，仿佛进入了休眠。李来福立刻就知道这是静止空间，又花了1个小时才走到山边上，把野猪拿出来，他就快速拽着猪往前跑。来福，你在哪弄个猪回来？二叔，这是我在山里抓的，快来帮忙！你可真是我的活祖宗啊！野猪你也能抓到？二叔咋回事啊？二爷咋回事？傻站着干嘛？还不过来帮忙？这是你来福叔在山上抓到的。来福叔，你是真厉害！昨天抓条大鱼，今天带头野猪回来。我们把猪给放倒，一起上去把它摁住了。大孙子，你没受伤吧？你咋这么虎呢？野猪你也敢抓？奶奶，我没受伤，我又不傻，我能抓野猪吗？这是我挖的陷阱，它掉里了，我拿藤蔓给它套住，拽上来的。孙子，你歇着吧。大孙子，你可不能上山了，你这天天一惊一乍的，可把你奶奶吓死了。这时野猪也被捆好了，李老六可不敢说去村部，这毕竟是李来福抓回来的。2人把野猪抬到了李老头家里。六爷，这野猪怎么处理啊？还能怎么处理？当然杀了，野猪胃也不长肉。别都在院里站着，铁柱、铁锤、铁锹、铁棒，你们帮着杀猪。爷爷，我早就想问你了，咱家家谱是怎么排的？为啥起名这么难听啊？我也不知道那个缺德祖宗排的家谱，我严重怀疑那个祖宗就认识那几个字，每个字之间根本都不搭边。他们帖子还好了，我这辈来福跟狗名字一样。李来福心想，我还真怕哪天出来个常威揍他。孙子，你知足吧，我这辈正好中间是个狗字，我叫李狗生，我找谁说理去？爷爷，你咋不换个名呢？你太爷爷58岁有了我，前面一堆哥哥堂哥，我能换啥名？再说赖名好养活，你爷爷我在村里不是管我叫爷爷就叫祖宗的，我换啥名我就叫狗生，他们还敢喊我大名，我扇不死他们。爷爷，我有点事跟你说。孙子，你有啥事就直接说。你看咱们家是这个村子里最高辈分的人，咱们家吃肉也不能不让别人喝汤啊。我是这么想的，这头猪去了内脏还有7、80斤了，每一家送1斤，你看行不行？孙子，你是个好孩子，爷爷我倒是支持你，不过你奶奶和你二婶的心疼死了。去吧，这一个村子的人喊我老太爷都喊了几十年了，给他们点肉也是应该的，谁让我大孙子有本事了？爷爷我不去说，你去说吧，我可不好意思。咱们爷们是大辈，哪用得着自己张嘴吗？小六子。村长李老六立马过来了。老太爷，有什么事？我大孙子说了，我们家吃肉也得让你们喝汤，你跟外面的人说一下，一会儿一家拿1斤肉走。老头子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奶奶，你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去说吧，老太婆那里有她孙子说话，啥事她都能同意。用了10分钟才把老太太的工作做通，这还是李来福，要是别人打死他，他都不会同意的。六哥，你别说叫50、60岁的老头叫大哥，这感觉还有点爽。小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那一堆大骨头，你带到村部给大伙炖汤喝吧。行，我就代表大伙谢谢小弟你了。1个小时后，大家肉也分完了。你这孩子也太大方了，那么多肉咋说给就给了，收点钱也好啊。二婶这年月可不行做买卖，我要敢卖就犯错误了，白给别人谁敢说我，村民都能把他腿打断。你个娘们唧唧懂什么？来福是从城里来的，这些事他能不知道？好好去榨你的油吧，别在那捣乱。爹，这怎么跟做梦似的？来福来了这2天，咱们这吃生活也太好了，天天有肉有酒，这以后可咋办？还是我大孙子有福气。我这是临老，
没想到大儿子的福，倒想到大孙子的福了。这儿子真是白养了。李崇文那个玩意最好别回来，把我孙子带走了好几年才回来2趟，现在终于我孙子长大了，不用他带能自己回来了。他那个儿子要不要没啥用了？还不是你看不上他现在的媳妇，要不然他能不回来吗？我还经常骂小娟呢，你看小娟走了吗？娘，我找的这男人没本事，我也没地方去。李崇武摇着头，他那个大哥就是有点倔，就因为老太太对他这个二婚媳妇不大好，他就不回来了。去，你上一边去，少跟我捣乱。爷爷奶奶，明天我也要回去了。什么？大孙子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这才待几天呢？爷爷奶奶，我回去给家里送点肉，我现在又不上学了，咱们离得又不远，1个小时就走到了，我过2天再来。那还行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又要好长时间不来了。是要回去送点肉，咱家大孙子就是有小心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吃完饭，李崇武要走的时候，李来福切了10斤肉递过去。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要，你带回去吃吧。二叔，这肉还有30斤了，我再给爷爷奶奶留10斤，我带20斤肉，还有1个大猪头，这已经够多的了，你跟自己侄子客气什么？老二你拿着吧，就像我孙子说的，他是你侄子，给你都是应该的。那行，二叔就谢谢你了。李崇武提着肉带着媳妇和孩子往家走。你们2个小子都踩我鞋了，跟得那么紧干嘛？爹，我和弟弟明天能吃肉吗？想屁吃呢！你和你弟弟这2天吃多少肉了？我看你们这2天嘴是养刁了。今天晚上吃那么多猪肉，还有油渣，还想着明天肉。我告诉你们，1个星期不准再提肉。你们2个傻小子，你娘不让你们吃肉，你爷爷奶奶那可是有肉啊！你们俩去了，爷爷奶奶还能不给你们吃？傻玩意！你咋那么缺德呢？从我娘给我1碗粥算起，我就是他俩亲儿子了。我儿子当然是他俩亲孙子，吃他们点东西咋了？你别说，你这个缺德玩意倒是机灵。你咋想着把姓改了呢？姓不姓的有啥用？我不聪明，能在这里落户，能娶到媳妇，还有2儿子1个女儿，没有咱娘给我的那碗粥，我估计我早就饿死了。大孙子，你上炕睡觉吧，奶奶和你爷爷把肥肠煮熟了就睡。李来福也确实困了，上炕以后赶紧把10颗玉米催熟了，收获了32个玉米棒，总算是把4亩地都种上玉米，1亩地种的是南瓜。看了一眼静止不动的小猪，空间里边就剩下2只鸡还有鸡蛋。第2天，李来福吃完饭，大孙子，猪头和肉我给你放在里边，肥肠猪肝肚子肺，一会儿给你放在上面。奶奶，猪肉你们留了吗？留了，我给你爷爷留了2斤。那哪够啊？我昨天不是说了给你们留10斤吗？够了，你别管了，我还有1坛子猪油了。那我只带1半大肠和1个肚子就行了，猪肝猪肺出心就留给爷爷和二叔喝酒吧。看着老太太还要推辞，他急忙说道：奶奶，你别说了，你要是不留，我下次可不来了。行，大孙子只要你能来，奶奶就留下。孙子，要不然我让小六子赶牛车送你回去吧，你这袋子起码有50斤了。爷爷，你千万别叫他，我来的时候遇到铁柱，他正用牛车还拉着大粪呢。李老头老太太再加上二婶，一直把他送到了村口。孙子高兴吗？你爷爷我就是年纪大了，年纪轻的时候经常在村子里逛，就是等着别人叫我，谁不叫我就找他们家大人说理。太爷爷，你们这是送我小叔吗？是啊，你小叔要回城里了。铁柱，你帮你小叔拿东西，把你小叔送到城门口。六叔，我不用跟着去了吧？你知道个屁！你小叔那麻袋里扛的可是肉啊，万一被人抢了咋办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哪那么多屁话？要不然你就留在这里挑水，让别人去。我去，还不行吗？有人帮他扛东西，他当然不会拒绝了，直接把麻袋交给李贴柱。小六子，你这是做得对。3个人用了1个小时，走到了城门口。李来福接过袋子，自己扛着往城里走，半个小时就到了南锣鼓巷。刚走到88号大院门口，张姨，你叫我有什么事？看得面熟，你是谁家小儿？主任，我知道他是这88号院李崇文的大儿子，叫李来福。小来福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吗？张姨，我是想问一下，咱们能吃肉？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？咱们街道每个月都发邮票，虽然又难买点，还能不让人吃肉了。张姨，我说错了，就是我们家能吃，不是在国营食品站买的肉吗？不在国营食品站买肉，你家在哪来的肉啊？这句话说完，李来福觉得还是有问题，赶紧把麻袋给他们看了一眼。张姨，我是说自己打的野猪肉能吃吗？你这孩子吓我一跳，自己打的野猪当然能吃了，我们是为人民服务，还能阻止人民吃好东西，那叫什么为人民服务？不过现在是计划经济，你家居然有肉了，那么这个月
你家的2两邮票就不给你家发了。这年月只要不偷不抢，包括凭本事找吃的，找不着挨，那也怪不得别。你这个半大小子可是够有本事的。野猪是你自己打的吗？我哪有东西打野猪？这是我挖陷阱抓到的。你这麻袋里有几十斤肉吧？你家吃得完吗？刘奶奶，你要啊？咱们进屋说吧。张姨不要钱给你们吧？你这孩子瞎说什么？你能把肉匀给我们，我们已经很高兴了，哪可能白要啊？对，你能给我们这么肥的肉，我们就是半夜去国营食品站排队也买不着。你能把肉匀给我们，我们已经很感谢了，哪能不给钱？张主任在兜里掏出一个手绢，拿出4块钱。不管多少，就这些了，不准拒绝。张姨，你这给的也太多了，食品站才6毛5一斤肉。多什么多？你这傻小子是不知道外面的价格。食品站是6毛5一斤肉，可是他1个月都卖不了1次肉。老刘太太也没犹豫，从兜里掏出堆毛票。小来福，你经常去打猎吗？不上学了吗？我已经上到初2了，不过学校现在没什么人，上不上都那回事了。也是啊，现在老师都饿得没力气了，哪有心思给学生上课呀？可不是咋的，老师不算壮劳力，1个月定量只有18斤粮食，哪个人够吃？那我们就走了。小来福，你要以后打到东西，可以到街道找我。好的，张姨，那你们慢走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续接上集，两人走了以后，李来福从麻袋里先把大肠、猪肝、猪肚拿出来，又从空间里拿出南瓜。你们娘干嘛去了？大哥，你拿的啥呀？大哥哥要吃，大哥哥要吃。你们2个去洗手。李来福说完，把妹妹抱在怀里，拿了一块肥肠给她放在嘴里。大哥，我手可不脏啊！我管你俩脏不脏，不洗不准吃。大哥哥，肉好吃。大哥，你在爷爷奶奶家拿的肉啊，这肉好香啊！你们吃就得了，问那么多干嘛？把猪肝给妹妹留2块。对了，你们还没说姨去哪了？我娘去街道领火柴盒了，这个月轮到咱家了。看着时间快到中午了，直接去厨房，把南瓜摆在上面蒸上，把猪头摆在案板上，还有30斤肉也拿出来，肥肠什么的直接找了一个盆装好。大哥，还有肉吗？我还能吃。肉还有，不过得等姨回来一起吃了。你们都给我老实点。2个小子目光都看向李小红碗里，李小红也不傻，直接把大碗抱在怀里，把李来福看得只想笑。还不到3岁的小丫头，鬼精鬼精的。小涛、小远，你们妹妹没哭吧？我的妈呀！娘，你喊什么？小远，你看看案板上是不是有个猪头？算了，我还是不问你了，肯定是做梦。姨，你确定是小远亲妈吗？哎呀，来福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砧板上的肉是怎么回事？姨，这是我在咱们老家后山挖陷阱抓到的一头野猪，给了别人一点，剩下的我都带回来了。那这么说，砧板上真的是猪头，不是我眼花了。还没等李来福有所表现，赵芳把砧板上的猪头抱在怀里，哭的那个伤心啊。好来福，好来福，我家来福真有本事。赵姨，你先等会儿，锅里南瓜要熟了。什么南瓜？大哥，你什么时候蒸的？这南瓜甜不甜？来福，这南瓜是哪来的？我回来的路上用肉跟别人换的，不过他把南瓜子掏走了。来福啊，你这孩子可真厉害，以后肯定能当大官。你这孩子也太有本事了。姨，我从来没见过家里有这么多肉，这几十斤肉够我们吃几年。娘，咱家案板下边还有大哥带回来的猪大肠、猪肝、猪肚，刚才我和二哥吃了满满一大碗，可香。你这孩子给他们俩吃那么多肉干嘛？心疼死我了。娘，你小儿子是个小傻子，刚才说胡话呢。他是小傻子，你是个大傻子。来福，你刚才给他们吃了1碗肉，你这孩子给他们俩吃那么多肉干嘛？心疼死我了。都吃那么多肉了，别吃了，留着肚子，晚上吃饭吧。我就知道你这个小混蛋话多。小涛、小远，你们俩下午糊火柴盒，我可要有的忙了。大哥哥抱，大哥哥抱。姨，那个猪头不用腌了吧？晚上咱们吃了它。那怎么行？你带回来的大肠肚子、猪肝、猪心还有不少呢，那些都够咱家吃一段时间的。这猪头可不能放，要是坏了，那可就罪过了。行了，这些事你不管了，你快去屋里坐着休息。出去这几天肯定累了吧？李来福突然有点怀念奶奶家了，毕竟在爷爷奶奶家里，他可是说了算的。姨，那我出去一会儿。去吧，去吧。出了门，到了供销社，
同志，这糖块要票吗？奶糖、软糖要票，糖块不要票，1毛钱10个。给我拿10块硬糖就行。李来福拿了1块塞到小丫头嘴里。哥，甜。甜就好好吃，不能说话的。到了供销社门口，从空间里拿出4只鸟，一放下旁边就有人围过来。小子，你那鸟卖吗？我多大胆子，敢在大路上买东西？你不卖，放在这干嘛？我在这里等人，难道把鸟挂在脖子上啊？听说不是卖东西，而这个人也就走了。大哥，没糖没。打开纸包，又给小丫头吃了1块，可把她美坏了。小子，你就说实话吧，你这鸟想干什么？我要换票。我去，你早说呀！你要换什么鸡的票？都有什么票？你这小子什么也不懂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分甲乙丙3个级别，丙级可以买1毛钱以下的，大生产都是8分钱，乙级4毛钱左右的甲级。我也没有跟你说也没用，你这4只鸟也就3两肉1张，乙级票行不行？2张。李来福说完就看向远方，那意思很明显不还价。我去，你小子还够厉害的！你要是我儿子，我高低揍你一顿。嘴里骂骂咧咧，拿出2张票递给他。大哥，我不给。小丫头手里拿着1只鸟不撒手。走了，买糖去。一听买糖，小丫头才把手里的鸟松开，拿着票进了供销社。小伙子，你以后有鸟了，给姨送过来，姨拿糖跟你换。啊，这话听着这么别扭呢。姨，拿2包。3毛7一盒，2盒7毛4分钱。还有6分钱，给我拿6块糖。你这也是个败家孩子，糖还能这么吃了？大哥，糖没。不能再吃了，你这都吃了2、3块糖了，回家再吃好不好？好，哥哥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续接上集，抱着小丫头朝家走。娘，糖甜。大哥，你买糖了？李来福把兜里最开始剩的糖都丢在炕上。都别动，我来给你们分。给江涛兄弟俩一人拿了1颗。来福，你怎么有钱买糖的？这个我从奶奶家还抓了1只鸡，回来的路上有人买，我就卖了。卖了多少钱？卖了1块钱。来福知道剩下的钱保不住了，这年头没有哪个一家会让半大小子兜里放上1块钱的。剩多少了都拿出来。说完，李来福便拿了8毛钱出来。你这孩子可真是大手大脚，就这么一会就敢花2毛钱买糖吃，8毛钱放我这里，等你要娶媳妇了，姨再给你。大哥，你咋不叫我上外面去？上外面干什么？我看你是有点找揍。李来福笑了笑，也没搭江远的茬。自己这个后妈和他爹能和平相处，也不是没道理的。2个人从来不打对方的孩子，也从不骂对方的孩子，谁的孩子惹事了，各打各的，呵呵。哎呀，我还没问来福，你那只鸡大不大呀？要是大，卖1块钱可亏了。不大就好。今天家里高兴，咱们不吃菜糊糊了，晚上姨给你做点玉米糊糊。姨，我在奶奶那学会做菜了，要不然晚饭我做吧。哎呀，我们来福长大了，还会做饭了。那行姨今天享福了，玉米糊糊就你做吧。说完，李来福便直接去了厨房。没过多久，李崇文也回来了。崇文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咱们来福可厉害了，来福太好了。来福，哎呀，不行了，说不明白了，你还是自己看吧。只要不惹祸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有什么厉害的？还能捡到钱了？捡了，还捡了8毛钱呢。啊呸，我都说不明白了，什么捡的8毛钱？那是……你倒是慢点说呀，这东一句西一句，到底咋回事啊？爹，我大哥在爷爷奶奶那边挖陷阱，抓到1头野猪，带了好多猪肉回来。对，就是这事。家里现在好多猪肉，你说来福厉害不厉害？你看看，孩子一句话就说明白了，你这怎么还语无伦次呢？再说小野猪，我又不是没抓过，也就7、8斤肉顶天了，他还能抓个100斤以上的大野猪，那重量的野猪还不把他顶飞了？什么小野猪，什么7、8斤肉？走，咱们去厨房看猪肉，省着你不相信我们家来福是有大本事的孩子。还有肚子大肠、猪心、猪肝，一会儿晚上你喝点酒。妈呀，大肠哪去了？猪心哪去了？猪肝怎么也没有了？来福，你看见没？不会是让耗子叼走了吧？在锅里了。我的妈呀，你这死孩子，你不过了。你再喊2声，你妈真的要来了。你还有心情笑？来福，我不是说做玉米糊糊吗？姨，我也说了，我在奶奶那学着做饭，我就学会这个呀。你让我做玉米糊糊，我也不会啊。你这孩子，当你姨我好糊弄，这么麻烦的菜你会做，玉米糊糊你不会？去，
进屋等着吃饭吧。说完，爷俩便来到了屋里。你抓那么大的猪多危险，以后可不能去了。那野猪可不跟你开玩笑，一猪二虎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去抓野猪，我只是挖了一个陷阱，隔天去看一趟。真正去抓野猪，我还能跟他摔跤啊！你这熊玩意，怎么2天没见嘴这么贫了？妈呀，我的南瓜哪去了？看把你遗弃的这一回叫了几声妈了。一家人围着桌子，大哥，你做的菜和饼子太好吃了，你明天还做好不好？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，来福啊，以后厨房不准你进来啊！李崇文拿着大碗把自己那个菜和面棒子面的窝窝头掰碎，舀了汤和菜兑在一起，大口的吃着。来福，该说不说，你做菜的手艺比你姨强多了。你这不废话吗？你看看这菜，油都飘起来了，能不好吃？行了，别苦着脸了，还有那么多肉呢，明天你切个2、3斤肉，给你娘家送去1块。这一句话说到他心坎上了，哪有闺女不爱往娘家拿东西的？关键这种事她有面子，证明她嫁得好。姨，你尽管拿吧，那几10斤肉咱家得吃到什么时候去？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，那姨谢谢你了，多吃点。李来福差一点笑出声了，这也太现实了，刚才还嫌弃他，果然往娘家拿东西不分女人的年龄。来福，你这饼子做的真好吃，甜甜的。吃完饭，赵芳收拾桌子，进入空间，5亩地都种满了，催熟了5颗玉米和5个南瓜种，收获了12根玉米棒，10个大南瓜。早晨醒来，听着厨房有人说话，你把那个南瓜也带一半回去吧。南瓜要是没切开，还能放段时间，现在切开了，坏的可快了。再带几个饼子，你不在家，家里有多少饼子，那仨小子都能给你吃完了。带的有点多吧，有2斤肉就行了。我还想着星期天让你把南瓜和饼子带到你爹娘家。你带着吧。你就没想到那小子说野猪去头去尾70多斤肉，他就带了30斤回来。你说我爹娘缺吃的吗？你也2、3年没回娘家了，那就多带点吧。崇文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一定给你生个儿子。你这是要报恩还是报仇啊？这仨小子都养着费劲，你还给我生？得了，都扯到生孩子上了。李来福也不打算装睡了。来福，你带着2个弟弟在家，昨天剩的菜我给你们留着了，我晚上要回来的晚，你们就先吃，早饭可不能再做饼子了。我给你盛了1碗棒子面，放在案板上了，你给2个弟弟做点糊糊喝就行了。知道了，姨，你早点走吧，路远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续接上集。大哥，早饭吃什么？李来福才懒得做饭了，棒子面糊糊是不可能喝了，直接把昨天晚上剩的菜倒锅里，把所有饼子都热上。大哥，我刚才听娘说，好像这些东西要晚上才吃。那你不吃算了，我和小远吃。大哥，我吃。大哥，你不管我拿饼子吗？使劲吃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饱为止。穿越人是带着空间，再把嘴控制住，那还不如直接嘎了，万一弄不好再得个啥病，还不冤枉嘎。3人吃完了饭，走了，出去钓鱼去。大哥，咱家也没有鱼竿啊。走到南锣鼓巷胡同口，大爷，我能买点你那修鞋的线吗？你的鞋还能穿，他俩的鞋可都没有修的价值了，再修更小了。大爷，我要买线不修鞋。听见了，大声点就行。你喊个屁啊，耳朵都让你震聋了。2分钱1米，你小子有钱吗？李来福拿出1毛钱递给他，我多给你半米。大哥，咱们去哪钓鱼啊？咱们去公园。2个小子一听去公园高兴了，像2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李来福身边。路上还有卖冰棍的，掏出1毛钱，卖冰棍的找了他们1分钱。大哥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大哥，你昨天钱不是给我娘了吗？你咋还有呢？你个傻子，都拿出来，不就都没收了？你今天还能吃到冰棍了吗？就是，大哥多聪明，二哥你还是别说话了。3个人走到湖边，李来福便一头绑着鱼钩，一头绑在木板上。你俩去上树根底下挖点蚯蚓。哈哈！突然一个笑声把李来福吓一跳，旁边一个老头看着他，快去挖蚯蚓吧。那老头是个傻子。你个小混蛋，你说谁是傻子？你咋不说你是个傻子？你看看你拿个木板钓鱼，那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吗？还有你那鱼钩，我这老花眼离这么远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鱼是瞎子。关你啥事？你这小子！李来福一句话差点把老头带走。你这小混蛋，我就在这看着你要钓上来鱼，我就把脖子抹了，死在这。这里钓鱼人本来就扎堆，再加上这年头困难时期，钓到了打点牙祭，钓不到就当闲聊。不过这些人都是有退休工资的人，而且肯定都不低。真正挨饿的人早去想办法找吃的。大哥，我挖到一条。好样的，
晚上回家，大哥还给你买冰棍吃。老常，你快来看这小子的鱼钩，可够有意思。这老头纯属闲的，还想着叫着旁边的老头一起找乐子。小子，你把鱼钩拽上来给他们看看，保准他们没见过。大爷，你是真闲的，你钓你鱼得了。看见没有？那小子钓鱼连铅坠都不用，大鱼钩拽着鱼线就沉底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把湖里的鱼抓起来，把他的鱼钩往嘴里塞，都不一定塞得进去。真的假的？老李头，你不会是瞎说吧？谁瞎说？谁是儿子？李来福用意念顺着鱼线找着鱼，也不是没有鱼，都是1、2两的鱼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小子要钓上了鱼，我就直接摸。话还没说完，李来福提着2两重的小鱼没动。继续，你刚才说摸啥？我靠，你给我看看，你这鱼钩是怎么钓到这么小的鱼的？这绝对是假的，估计这鱼也是瞎的。临死之前一抽搐挂你鱼钩上。大爷，你是还是回家抹脖子吧，在这抹完了，这里以后晚上没人钓鱼了，而且还得找人抬你。小子，把你那鱼放我那桶里，走的时候再给你。你放那土里，这天这么热，一会儿不新鲜了。李来福心里想，这个常老头比他身边的李老头好多了。突然看见这老头腰上居然挂个折叠的小东西，这东西在这年代可不多见。老头，我要再钓上来怎么办？你要再钓下来哦。你可别说你抹脖子，你说话也不算数，咱俩就赌你腰间那个。你要钓不上来呢？李来福从兜里拿出一盒完整的，看见没有？我钓不上来，这就是你的。那我们得有个时间限制，你说多长时间吧？要不然你一直耗着，我这身体可耗不过你。我还不相信你呢，刚才你还说我钓上鱼你抹脖子。那行，我找个见证人，老常，你当我们见证人。老李头，你没事闲的，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儿？常大爷，你别管了，你只要做个见证，别让这个老头耍赖就行。两人最后说好了1个小时，李来福要是钓上鱼，这老头就把小刀给他。草地上蹦跶的鲤鱼，李来福却没有看，而是伸着手对着老头，老头明显有点舍不得。常大爷，这老头准备耍赖了。你小子，谁耍赖了？说完，老头气得把腰间的东西摘下来给他。隔个半小时1小时就钓上来1条2、3斤的，到了中午的时候已经钓了6条鱼了。小子，我都帮你当见证人了，你能卖我1条鱼吗？我不卖东西，你要有票，咱俩换。你这小子穿的不咋地，还了解的挺清的，还不卖东西，这是2斤粮票，能换你1条鱼吧？李来福也知道粮票对于穷人来说没啥用，到这个世界才了解到，粮票只能到饭店吃饭用，或者买馒头买包子，真正到粮站买粮，粮站都是看着户口本收粮票，该是多少粮食就是多少，你光拿粮票屁也买不着。常大爷，你条鱼吧。呼啦啦，一帮老头都过来了。我要别的票，粮票不换了。小子，我给你1斤肉票，你把那3条鱼都给我，怎么样？你自己留着吧，我不要。李来福想到自己爷爷的酒肯定没有了，谁有酒票优先换。2条鱼换了20斤的酒票，还有1条换了30布票。人群散开后，收起鱼竿就朝角落走去。大哥，你咋把鱼都换了，也不留1条吃？没事，一会大哥还能钓到，放心吧，有你的鱼吃。一下午的收获了4条1斤多重的鱼，6条3斤的鱼，还有1条5斤重。大哥，你钓鱼太厉害了！大哥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大哥，这些鱼我们怎么拿回去啊？续接上集，4条1斤重的鱼，加上2条3斤的鱼，用线从鱼鳃穿过去，直接挂在江远的脖子上，又用同样的办法把4条大鱼挂在江涛脖子上。他自己提着5斤重的鱼，顺着墙根往公园外面走，一路上回头率简直100%。关键是这仨小子太嚣张了，鱼都挂满身都是。刚路过供销社，突然听见有人叫：“小孩，小孩！”姨，你叫我干嘛？你叫我刘姨就行了。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，你有好东西跟我说一下吗？刘姨，你昨天说有鸟肉跟你说一下，今天是鱼啊。你小子少给我打岔，你是不想去隔壁收购站？是啊，家里哪吃得完这些鱼啊？你家里缺啥东西不？咱们可以换。我的2个弟弟鞋都坏了，我没有鞋票能换鞋吗？大哥，我的鞋我娘补一补还能穿的。穿个屁啊！你那脚趾头都伸到鞋底外面来了，明显是小的多了。那你等一会儿，我去叫我们主任来。刘姨也没有多说话，直接转身就回去。小刘，这孩子你认识？就咱们这个胡同里的，知根知底，放心吧，主任。小孩，你这条鱼怕是有5、6斤重吧？你想换几双鞋？李来福回忆了一下现在的布鞋，也就7、8毛钱一双，最要紧的是鞋票。3双布鞋，还要1双红色小虎头鞋。你这小子可够狠的，买鞋的钱是够了，可是还有鞋票啊！主任大爷，瞧你说的，票据对于我们来说难，票据在你们手里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？你这小子
刚才看你还老实，这一张嘴就不老实了。这样吧，4双鞋我给你，我换条大鱼，但是他们4个人，你得一人卖他们1条鱼，跟隔壁价格一样，行不行？那有啥不行的？你们去挑鞋吧，鱼留一给你称。大哥，真的换鞋啊？别废话，赶紧挑吧，记得挑大1号的，要不然回去你娘指定揍你。谢谢大哥，他可是从来没买过鞋，脚上这双鞋还是他娘做的。挑完鞋，李来福没有拐进胡同，而是走到路口东侧国营饭店。大哥，你疯了？你不会是想下馆子吧？过一阵大哥带你下馆子，现在是不行了，我是来买馒头。大哥，你是说晚上咱们吃馒头吗？同志，这里有馒头卖吗？馒头3分钱一个，2两粮票。10个馒头。10个馒头数好了，出大碗少了，我可不管。从南锣鼓巷胡同走到自己家，来福你不得了了，你在哪弄到这些鱼门口的？刘奶奶，这是我大哥钓的，我大哥老厉害，老厉害了。刘奶奶，我爹快下班了，我着急回家做饭，就不跟你说了。小涛，你去把鱼赶了，咱们今天喝鱼汤。好的，大哥。没过多久，一大锅鱼汤就好了。大哥，咱们先吃，不吃不等爹娘了。赶紧吃吧，他们回来了，又要留着下一顿，咱们吃饱了再说。李来福喝了1碗鱼汤，吃了2个馒头，都给他吃撑了。那俩小子也不甘落后，一人吃了1个半，喝了2碗鱼汤。大哥，我吃的太饱了，我得躺炕上歇会儿。这时候，李崇文和赵芳也一起回来了。爹娘，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我和你爹走到胡同口遇到的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娘，马上给你们做。你这女人是没长鼻子吧？你闻不到屋里有香味吗？我的娘啊，来福，你不是又霍东西了吧？我们可没吃咱家东西。没吃咱家东西，那你霍谁家的呢？李崇文却看见桌上的鱼骨头。你这小子在哪弄的鱼呀？爹，我们喝了鱼汤，还吃的大馒头，你看，我们还给你们留着了。我们和大哥今天去钓鱼了，大哥钓了好多鱼，大哥还用1条大鱼给我和弟弟妹妹换了鞋子。有事你们问他俩吧，我出去上厕所了。赶紧把鱼汤盛出来，看着馒头又是鱼汤的，我都饿死了。我这还没老，就想着儿子服了。我的妈呀，咋这么大的鱼？娘，你别大惊小怪了，这都是最小的5条鱼了。大哥钓到1条5、6斤重的鱼，1条就换了我们4双鞋。你说啥？你们晚上吃了5条鱼？我们哪吃5条鱼了？那不是给你们留了1条最大的，还给妹妹留了1条小的。大哥、二哥和我3个一人吃了1条。这帮孩子要上天了，气死我了！我今天不去娘家就好了。这5条鱼要是腌上，能吃好多顿呢。赶紧吃吧，别心疼这些了，这又不是咱家花钱买的，意外收获，咱们就当补身体了。李崇文也不客气，3个儿子一人都吃1条鱼了，也难得吃一顿饱饭，吃了2个大馒头。赵芳吃了1个，李小红吃了半个。哎呀妈呀，我这也是气懵了，我咋能让你吃2个大馒头？吃俩馒头咋？你看那俩小子都撑躺下了，我这个当老子还能吃半饱啊？这2天跟做梦似的。你说以前天天喝菜糊糊，而这2天还能把人吃撑了？那是因为我大哥厉害，我大哥可厉害了。那个玩意也没说给他老子换双鞋。你的鞋都不带补丁，你还要咋样？来福这孩子就是懂事，看见他2个弟弟鞋子成那样，给他俩换的鞋。来福这孩子简直太好了。小远，你大哥那么厉害，鱼卖了多少钱？5他们钓的鱼不是换鞋了吗？卖啥钱？你回头看看你大儿子在干嘛？小涛，你捂着小远嘴干嘛？你这娘是真傻呀！他们拿鱼换鞋了，怎么有钱买馒头？那馒头不光要钱，可是还要粮票呢。小涛，你还不让小远说，我让你捂他嘴，你给我自己说，你敢瞎说，看我今天让你好看。你这样问也听不着真话，你直接问小远，你大哥卖了5块几毛钱？我的妈呀，钓多少鱼能卖上5块钱？李来福刚一进屋，一家人都望向他。把卖鱼钱拿出来吧。李来福知道暴露了，从兜里掏出5块钱，还有粮票呢。李来福对于钱倒无所谓了，明天可以再挣，粮票他就有点心疼了，很不情愿的拿出2斤粮票。我的好来福，你咋那么厉害呢？给你记着了，一共5块8毛钱，等你结婚娶媳妇再拿出来给你。那我去睡觉了。李来福也不想待了，忙了一天就混了6毛钱，多亏还留下3纸布票和20斤酒票。去吧去吧，你去休息吧。续接上集，李来福看着空间里已经长到50厘米的玉米，这一批玉米成熟，也就是10来天的事，又催熟了10株玉米，把空下来的地方种上。醒来的时候天都大亮。大哥，我和小远给你去找了根木棍，比昨天那个木板子强多了。
大哥，你看这木棍做鱼竿行不行？行，今天咱们不去公园了，我们今天去别的地方。大哥，那要走好长时间吧？谁跟你说咱们走着去的？走到路边坐公交车去。晃荡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地方。大哥，我们回去还坐车吗？坐车太好玩了。废话，不坐车走回去了。那就行，那就行。一上午居然钓了50多条鱼，最小的也有2斤大的那一条，接近10斤的鱼差一点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大哥，我们怎么拿回去？这哪个地方没有收购站，非得拿到咱们家跟前卖吗？小伙子，你咋钓这么多鱼？就那么钓了呗。今天运气好。你这哪是运气好啊？你都运气好上天了。小伙子，你这鱼能卖我几条吗？大爷，现在不能私人做买卖，我要卖给你鱼就犯错误了。你要有粮票或者别的票据，咱俩可以换。你这小子倒是精得很，那你能等我一回吗？我回去拿票。行，那你去吧，反正我一直在这钓鱼。大哥，你钓鱼一会就上鱼，我怎么干钓？没有鱼咬钩啊！你哪能跟大哥比？大哥运气好着呢，要不然咱们兄弟能吃饱饭啊！过了没有3分钟，又有一条4、5斤的大鱼上来了。大哥，你快看！听见江涛的声音，李来福回头看了看，10几个老头老太太还有妇女小伙子一路小跑朝他过来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鱼这么多，多叫了几个人？李来福翻了个白眼，心想你这是多叫几个人？都10来个了。小伙子，先把我的鱼给我换了。说完便掏出了10斤粮票。李来福没有动，而是看着这些人。小伙子，你别担心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好人。拿了5条2斤左右的鱼给他，就给你这些吧。不少了，不少了，这些就可以了。小伙子，还有我这里没粮票，不过我有布票，行不行？不一会儿，5斤以下的鱼都换完了，他兜里也多了40多斤粮票，布票也多了10几尺，香皂票也2张，牙刷牙膏票。糕点票也有5斤。小伙子，我这里有2斤邮票，你能给我多大的鱼？李来福直接愣住了。这年头有3大难，一是棉花难，二是猪肉难，3就是油难。这年头可没有人舍得把这3样东西拿出来。这2条鱼有10几斤了，行不行？行，你这小伙子年纪不大，倒是局气。人都走了以后，还有一条10来斤重的，5条5斤往上的。江涛、江源2个看着林来福一大卷的票据，他们都傻掉了。从兜里拿出2斤糕点票，又拿了1块钱递给江涛。小涛，你去供销社买2斤糕点回来，咱们中午就吃糕点了。大哥，咱们还吃中午饭？以后跟大哥在一起都吃中午饭，你们还长身体了，吃少了该不长个了。10来分钟，江涛抱着一个黄纸包回来了。李来福细嚼慢咽的吃的桃酥，2个小子那可就吃得香了。他们2个以前可没吃过糕点。大哥，我还有2毛钱没给你。下午3点的时候又钓了一大堆鱼，足足有100多斤了。哎呀，还好你们没有走。小伙子，你好啊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食堂的主任，我姓周。刚才我听见说你这里有鱼可以换。小伙子，我这里有肉票，有盐票，还有油票，还有茶叶票，还有2张甲类酒票。停，咱们一样来。我给你鱼，你给我票，你说可以，咱俩就换。拿出这么多票，容易弄混了，也算不清楚。好，这样最好。这有2斤油票，2斤盐票。李来福也没客气，把一堆票换在手，还剩下30多斤鱼了。小伙子，剩下的这些鱼你们怎么处理？回家肯定吃不完的。我一会儿去找个收购站，直接卖了，拿回去谁吃得完呢？那你还去什么收购站？直接卖给我不就完了吗？收购站3毛5分钱1斤鱼，我们食堂可以给你5毛钱1斤，你看行不行？这样你确定没事吗？小伙子，你想多了。小伙子，你这些鱼也就30多斤，我直接给你20块钱。以后你再有鱼，价格还是5毛钱1斤，你直接去那边食堂里边找周成。说完，周胖子便拿出20块钱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李来福也没拒绝，接过20块钱。小伙子，你帮我瞅一眼，我回去喊人去。等周胖子把鱼都拉走了，3个人又换了一个地方。这次1个多小时就钓了8条大鱼，4条小鱼，大的每条有6斤左右，小的也有3斤鱼，再小的鱼他基本都不钓了。大哥，你怎么往车站走？咱不去收购站了吗？咱们家现在生活好了，必须得告诉别人，咱们家为什么生活好了，要不然别人要说闲话的。咱们这些鱼都带回家，让你娘去卖，这样邻居就知道咱家有本事挣钱，钱的来路也正。你们俩记住了，出外面玩，永远别说家里吃的什么东西。2人也不是太小的年纪，李来福一说，2人就明白了。下了公交站，大哥，这车上太吓人了，我都以为他们要抢了。这才哪到哪，你等着进胡同看吧。3个人进了南锣鼓巷，一直走到88号，要不是跑得快，早就被人拦下来了。我的亲娘啊！你们3个小子干什么去了？这是在哪抓的鱼？小芳，你快出来看看。刘婶，你喊我干什么？你快来看看你家3个小子，这是要上天了。来福，这是你们钓的鱼。姨，你把这些鱼拿到收购站卖了吧，一会收购站下班了。好，真是好孩子。姨，留1条吃，剩下的你都卖了。行，
等姨回来给你做鱼吃。回到屋里后，妹妹还是搂着自己脖子不肯下来。大哥哥，糖。小远，你记好了，不能跟你娘说钱和票的事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他再说我肯定让他知道我厉害。大哥，我保证不说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续接上集，李来福抱着妹妹往供销社走去。刘姨，我又来了。说完便拿出1斤糕点票，又拿了1斤茶叶票，还有2块香皂票。你叫来福吧。刘姨，你咋知道？你别管我咋知道的，不过你这名字可够喜庆的，来福。来福，你咋有这么多票？刘姨，这是我今天钓鱼跟人换的。我问一下，茶叶是不是那种茶叶沫子，也就是咱们说的高碎？如果是茶叶沫子，我就不要了。别人来了，肯定是茶叶沫的，咱们都是熟人了，你等着。李来福这时才明白，卖茶叶的门道刘姨拿起大玻璃瓶的左右摇个不停。谢谢刘姨。谢啥？反正别人来买也是买茶叶沫子的。又拿了2块香皂，1斤桃酥，看见旁边有汽水。刘姨，给我拿瓶汽水吧，我怕妹妹吃噎到了。喝那玩意干嘛？汽水那么一小瓶还要2毛钱。直接拿起一个新的茶缸，走到冰棍箱那里。你就给2分钱当喝水了，以后晚上我们下班前你就拿着茶缸过来，赶紧拿东西走吧，我们也下班了。茶缸子明天给我带过来。小丫头拿着桃酥，李来福一只手拿着茶缸子，就这样一大一小慢慢悠悠回到家。哥，你又买糕点了？你哥俩吃1块就行了，这是给你娘和妹妹的。大哥，那我俩不吃了，下午我俩可吃了好多了。他一手拿着茶缸，一手抱着李小红喂她喝着冰棍水。小丫头小嘴吧嗒吧嗒，喝起来没完，愣是不撒手。大哥，你给妹妹喝啥呀？你俩去一人拿个碗，给你俩倒点。大哥，不给，就给2哥3哥一点点啊，剩下的都给你。哥，这是冰棍水啊。什么水也没有你的了，剩下的都给妹妹留着。知道了，大哥。来福，你知道那些鱼卖了多钱吗？姨，我不想知道，反正你也不会给我的。不给你也要告诉你啊，这是姨给你存的，一共卖了20块1毛6分，加上你原来的5块8。姨，咱这收鱼多钱？他们说4毛钱，被我讲了半天价，后来他们4毛5收的，他们收小鱼还3毛5呢。咱家这么大的鱼，怎么可能价格这么低？你咋又乱花钱？给小红买这些吃的干嘛？娘好吃，大哥好。吃吧，你大哥没白疼你，还知道说你大哥好。姨，我买了2块香皂，1块洗澡用，1块放在洗脸盆那里洗脸用。你们在这坐着吧，我去给你们做鱼，再顺便贴点饼子。今天咱家高兴，吃干的。李崇文回来后，看见李来福给他的茶叶，把他高兴坏了。儿子，你这茶叶在哪买的？可比我那茶叶沫子好多了。你别问了，问了你也买不到。德行还把你神气的够呛。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好的菜。那还不是咱家来福有本事，要不然你这辈子都不一定吃到这样的菜。小丫头是一点没吃饭，就坐在炕上喝着冰棍水，吃着桃酥。姨，我买的香皂，你给小红洗个澡吧。那好吧，这小丫头正好用香皂给她洗头。李崇文家有人吗？刘婶子啊，你咋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小芳啊，来福不是钓鱼不是很厉害吗？昨天他钓回来那些鱼，今天咱们这片街道都传开了。我们主任让我来跟来福说一下，再有鱼了，给我们那里也送点。我们跟收购站一个价。我今天早晨去收购站，昨天来福钓的鱼，连个鱼鳞都没给我们留。张奶奶这样做没事吧？来福啊，你不要担心，这年头只要不偷不抢，能找到吃的，没人说。奶奶再跟你说句实话，每个单位都有计划外的名额，可以采购，只要不占用计划内的指标，随便哪个单位都有采购权。刘奶奶钓鱼肯定不是说有就有的，如果我钓到了，我就给你们送去。那当然，钓鱼谁能说得准？我们也是听说你昨天钓得多，所以过来说一下。老太太走后，赵芳一脸笑容。别看老刘太太不是啥领导，但是这一片可都归人家管，能主动来他家已经是很有面子。来福，你今天出去钓鱼，姨给你们做点窝窝头带着吧。李来福心里想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能给他们安排中午饭。小远，你啥表情？你个小子，我说给你们带窝窝头，你抽个脸给谁看？我看你是找打。姨，别带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江源，你这个笨蛋，你咋又差一点露馅了？二哥，我也不是有意的，我一想到昨天吃的桃酥，今天娘给咱们带野菜窝窝头，
我就不自觉。走到胡同口，李来福拿出5毛钱和2斤粮票，在早点铺买了10个肉包子。大哥太香了，大哥，你上次说给我买肉包子，真的给我买了。这一天3个人卖给周胖子80多斤鱼，又提着30斤给街道送去了，街道4毛5一斤。李来福空间里的钱已经有60多块了，街道卖的钱给了赵芳。接下来的7天，3个人天天出去钓鱼。李来福空间里的玉米、南瓜都熟了，收获了500多个南瓜，2000斤玉米。利用空间把玉米都搅成玉米粉，留出了500斤的纯玉米面，剩下的玉米粒和玉米棒子按照3:1的比例，全部做成棒子面，还有2000斤。他让周胖子帮他倒到了1包小麦种，5亩地都种上了小麦。第8天早晨，来福，今天这么早，有啥事吗？周哥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今天能不能帮我搞点锅碗瓢盆的票啊？他已经想好了，明天就去奶奶家，然后在山里锻炼身体。家里每天晚上还是喝菜糊糊，虽然厚了一点，但是没个屁用，这身体太弱了，有穿越福利，有空间福利，还不把身体练得棒棒的，何况这年代一点都不消停。你要那些玩意干嘛？你家没有吗？没有锅碗瓢盆，我拿什么吃饭长大的？我明天就去我奶奶家，得去住一段时间，给乡下人带的。行，我一会儿在学校给你哗啦哗啦。还有油盐酱醋糖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到了下午3点钟，周胖子过来了。周胖子给了一堆票，又给了30块钱，把鱼拉走了。回到家，赵芳抱着李小红在院门口。小芳啊，你可要享福了，你家大小子也太有本事了。刘婶，这一条你拿回去炖炖汤。这，刘奶奶，你就拿着吧。谢谢了。姨，把小鱼留着吃吧，明天我去我奶奶家住几天。那好吧。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续接上集，到了第2天，李来福今天要去奶奶家，给了江涛、江源2块钱，又给了10斤粮票，让他俩饿了买包子吃。到了供销社，又给爷爷奶奶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坐在板车上一直拉到14公里，把东西卸在树林中的角落里，趁着没人看见收到空间。来到河边，这次连鱼竿都没带，直接拿绳往里撇，钓到4点多钟，鱼都钓到有100斤了，肚子又饿了，这次也该进穿越人士打卡地方的国营饭店。同志，红烧肉1份要多少肉票？红烧肉8两肉票。同志，麻烦你给我拿1份红烧肉，4两米饭。啥年月还想吃米饭？红烧肉你也是赶地巧，今天有猪肉，只有2后面的馒头，2两粮票3分钱一个。这一顿饭真是吃得满嘴冒油，红烧肉简直太香了。又重新回到了湖边，他准备过一会儿去鸽子市。2个小时钓了30多条，最大的有11、2斤，又发现一条20来斤的鱼。突然他看见居然有箱子，直接把鱼和箱子收到空间里，躺在湖边的斜坡上，意念进入空间，看见这个超大的箱子，利用空间打开箱子，黄金，满满一箱的黄金，一直到12点，李来福都累得倒在斜坡上了。50个箱子，简直太震撼了。打开50个箱子，49个箱子都是整整齐齐的黄金、珍珠项链、翡翠项链，每一样都有10几20条。各种黄金头饰，这主角光环也太闪耀了，直接财务自由了，都没人生目标了，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。往东直门方向走，又走了10分钟，戴了一个面具后，朝着鸽子市走去。你都有什么票据？你有啥票？你有自行车票吗？说完，那人直接拿出一张票递过来。50块钱，你不会是没钱在这逗闷子吧？没钱。李来福心想，我的黄金都论吨算的，直接拿出50块钱递过去。把票给我拿出来，说谁没钱呢？那人接过50块钱，李来福也接过自行车票。看了一眼，确实是真的。我现在还价，还来不来得及了？小兄弟，别闹！你这有肉票吗？倒不是为了买肉，这年头有票的人多了，能买到肉的人却少了又少。肉联厂不卖猪肉，你有票也是个摆设。卖肉的时候你赶不上，有票还是白扯。5毛钱一斤，你要多少？我去，肉才6毛多，你一个肉票敢要5毛？听着你声音，年纪应该不大。小兄弟，这是啥年月了？你肯定不经常来。我就直白一点跟你说，现在大米在咱这里能卖到2块5，棒子面都卖到1块8了，红薯粉高粱面都1块5了。你看看这个鸽子市里面，哪个不是买粮的人？看到这人说话挺诚恳的，再说财务自由的李来福也没多计较。你这还有棉花票吗？棉花票也不便宜啊，1块5一斤，我这里只有20斤。我去供销社卖棉花才1块5，你这票跟棉花一个价格。小兄弟，老大哥就跟你说句实话，这年头就没有合理的价格。你说的挺合理，就不给我还价的机会，你能不能少？你要是都要35块钱，你给33行不行？终于还下2块钱的价格，给了33块钱。你这布料怎么卖啊？我这布料不卖，只换粮食。你这有多少布料？想换多少粮食？这里有5米布，至少换15斤棒子面。15斤棒子面，现在1块8一斤，10斤18块钱，15斤就是27块钱了。供销社才卖8毛钱一尺，算了，安慰了一下自己。有钱人谁斤斤计较这些？我有大南瓜，你换不换？每一个都22、3斤。
小兄弟，你卖我得了，我这里有布票。小兄弟，你要皮鞋吗？如果你要，我可以用皮鞋换南瓜。你那皮鞋是多大码的？我这双皮鞋41码的。你刚才也听到南瓜多大了？你觉得你这双鞋怎么个换法？小兄弟，我这双鞋在百货大楼要18块，还得要鞋票。现在土豆3毛钱一斤，你那个南瓜最少也要5毛钱一斤。你那意思，算了，吃点亏就吃点亏，给你2个行不行？行，太行了，谢谢你小兄弟。你那5米布料，我给你3个南瓜，至少有70斤了，你换不换？换。小兄弟，到我了。你要买15块钱一个，你要吗？别呀，咱俩起码还做了一笔生意，你咋卖我还比他们贵了？看到花钱买价格就高，他直接从兜里掏出1本票。小兄弟，我这还有票，你看看你要啥样的，到时候咱们再谈。看着票据，李来福一眼就看到一摞酒票。小兄弟，这是20张甲级酒票，1块钱一张，这我可没有多要你钱，我这里还有20张乙级的，5毛钱一张，20张散装酒的酒票1毛钱一张，你要不要？行啊，酒票给我，别的我都不要了。3个南瓜行不行？如果每个都22、3斤，肯定行。走吧，我南瓜放在外面了。走到一片草丛高的地方，你们等一下，我去草丛里看看。草丛盖过李来福，他从空间里拿出8个大南瓜。喂，你那有手表票吗？我没有票，但是我有手表，你要不要？说完，他直接把手表拿了出来。小兄弟，这是我去年收的，绝对9成9新的手表，我当时收了50块钱。百货大楼卖是60块钱，不过手表票可是比自行车票还难弄。他也是看李来福爽快，毕竟买东西都不用称，而且每次都多给。就像这南瓜，真正按斤算起来，至少能多卖1、2块钱，有的都23、4斤了。我再给你6个南瓜。李来福突然觉得搞笑，现在买东西都用南瓜衡量了。爽快，小兄弟局气。李来福又回到草丛里，搬了6个南瓜出来。别看了，一会儿我爹出来，别再用枪把你们打嘎了。3人吓了一个哆嗦，想明白了，这么多南瓜，他一个半打小子肯定弄不了，草丛里肯定还有别人。李来福继续朝着鸽子室里走去，这次又用南瓜换了几把猎枪，还有很多子弹。这里正好是东直门外，去他爷爷奶奶家非常近。续接上集，这里正好是东直门外，去他爷爷奶奶家非常近。没过多久便到达了李家村，到了爷爷奶奶家门口，从空间里把买的东西都拿了出来。谁呀？爷爷，是你孙子来了。孙子，你咋这么早来了？是不是你爹又打你了？拿那么多东西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爷爷，这东西好沉的，赶紧咱们进去说。好。你个老头子，不赶紧让大孙子进来，堵着门口问什么？孙子，你这面袋子里是粮食吧？我刚才摸得细细的。是的，爷爷，那是我从鸽子市换的玉米面。大孙子，你才多大点，怎么敢去鸽子市啊？再说奶奶家也不缺吃的，你带这些东西干嘛？奶奶，我可不小了。我爷爷说，我太爷爷像我这么大的时候都结婚了。你听他胡说。孙子，你这坛子里不会是酒吧？爷爷，我上次听说你2斤酒都喝没了，我这是在供销社给你打的正宗。我的好孙子，我的好孙子。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，也不担心大孙子去鸽子市的事情，就知道酒。老太婆，你就瞎操心，大孙子不是好好的在这了，你担心啥？大孙子，你答应奶奶以后咱不去了，咱还小。好的，奶奶，我不去了。奶奶，我还给你带东西呢。李来福又从麻袋里把纸包的桃酥拿出来。哎呀，好孙子，好大孙子，奶奶都想到大孙子福了。李老头已经拿个竹子做的小勺子把酒坛子打开，舀了一勺子抿在嘴里。够劲，就是有劲。老太婆，你也吃吧，这可是孙子孝敬的。你走开，这是我大孙子给我的，他给你带酒，你就喝你的酒吧。看着2个老人吃得高兴，李来福也高兴得不得了。这2位老人对他的感情简直没得话说，这是他上一世从来没有过的。孙子，你就算去了鸽子市，你怎么有钱买粮呢？你爹，我那个缺德的儿子，他可不会给我买这么多粮。该说不说，李老头还是人间清醒。老太婆，你看这棒子面可不得了，土埋大半截了，还没见过棒子面了，有啥不得了的？孙子，你这玉米面花了不少钱吧？大孙子，你不会是把你爹存款都偷了吧？静瞎说，现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这么好的玉米面，何况那个缺德玩意哪有这么多钱？爷爷奶奶，我没花钱，我是用鱼跟人家换的。孙子，你钓了多少鱼啊？这就是亲孙子李来福，说啥话他都信。我钓了200多斤，在鸽子市跟人换的玉米面。还是我大孙子厉害。这没加棒子的玉米面，我还是在小时候，我爹偷偷给了我一点，让我娘给我做了一个窝窝头，那是真香啊。大孙子，你没给你爹留吗？奶奶不用留，我这些天回去钓了好多鱼，还有从你这里带回去的猪肉，家里边肉和鱼都有，不缺吃的。还有我卖的鱼钱也都给他们了。我大孙子都可以养家了，那你也不能带这一袋子来呀，我和你爷爷根本吃不完了。奶奶，我这次要待的时间长，每天都要吃干的，我要长身体的，所以这些还不够咱们3人吃的呢。好，待的时间长就好，奶奶天天给你做干的，我大孙子肯定没吃早饭了，
奶奶去给你蒸窝窝头做鱼吃。做鱼好啊，做鱼就有下酒菜了。我孙子拿来的酒可不能浪费了。奶奶，你做窝窝头吧，鱼还是我做吧，你都不舍得放油，做的不好吃。行行，你大孙子，你想干嘛都行，我也尝尝我大孙子做的菜。没过一会儿，老太太就进屋了。你咋进屋了？我不能看的，看了要心疼死我的。我的妈呀，做一条鱼舀了2勺油。老太婆，你可管好嘴巴，你可不能说我孙子。要是我孙子生气回城里了，我可找你算账。你是不是皮痒了？这么乖的孙子，我疼还来不及呢，我哪舍得说一句。没过多久，饭便做好了。孙子怎么有股酱油味儿？爷爷，我带了酱油，还有稀盐和白糖。看来我孙子是真要尝住了。大孙子，你怎么还拿来布料了？你是让奶奶给你做衣服吗？奶奶，那是给小龙小虎带的。你这孩子是不是傻？自己衣服还带补丁，给他们做什么新衣服？奶奶，我这衣服就在这面住，等下次回到城里我也不要了。放心吧，我还有布料了。我钓鱼的时候跟人换了好多布票，所以布料我不愁。孙子，我要不看着你这2条大鱼，我是真不相信钓鱼还能换这么多东西。爷爷，我钓鱼可厉害了，城里虽然吃不饱，可也饿不死，但是城里人缺营养，所以我的鱼好多人要的。行了，别在这问了，大孙子肯定不会骗我们的。这年头可没有人敢做红烧鱼，家里如果人多，几口就给你吃没了。基本是熬汤又能灌个水饱，还有营养，没有味精，因为放了白糖的缘故，一样很鲜美。把李老头美坏了，窝头还是有点硬，不过红烧鱼配窝头还是吃得很舒服。香，这窝头真香，鱼也好吃。大孙子，你太厉害了。这酒就是比那地瓜烧好喝，孙子烧的鱼也好吃。奶奶，下次咱把这玉米面发一发，做发糕吧。这窝头还是有点硬。老两口嘴角瞅瞅这孙子，前些天还吃菜糊糊呢，现在吃上纯玉米面的窝头，还想吃发糕。好，好，都听大孙子的。爹娘，你家咋这么香呢？你们老两口在家偷吃什么东西了？二叔，快进来吃点。来福，你怎么这么早来了？我的亲娘啊，你们大清早的就吃这么香的鱼啊？爹，你还在喝酒？爹，你把酒给我倒好了，我去把我媳妇和孩子带过来。说完，李崇武撒腿就往外面跑。这个缺德兽，一个人吃不算，还得带一家，还是我大孙子好。爷爷奶奶，大哥，我们来了。爹娘来福。二叔、二婶，快来吃吧，我和奶奶都吃好了。吃吧，吃吧，今天这鱼可是我大孙子做的，可好吃了。哎呀，娘怎么还有窝窝头？这可是我孙子带来的玉米面，可不是棒子面。你们吃完了，可要记着我大孙子的好啊。李老头把鱼头夹到自己碗里，喝着酒，吃着鱼头。李崇武把鱼尾吃了，鱼中间都留给媳妇和孩子了。二婶，我在城里带了宝塔糖，这是打虫药，一会儿给他俩吃了，身体里肯定有蛔虫。来福，谢谢你，你真是太好了。这种药我早就听说过了。娘，你说来福咋这么懂事呢？大孙子可懂事了，给你吧。这是来福带给小龙小虎做衣服的布料，他自己还穿戴补丁的，倒是想到自己弟弟们。来福啊，这可不行，就是把你的旧衣服给他俩，他俩都高兴坏了。怎么还用新布料给他俩做衣服？那不糟蹋了。二婶，我衣服也就是在奶奶家住穿，我回城里也换新衣服了，我家里还有布料，你别管了。行了，行了，给你，你就拿着吧，我大孙子要睡觉了。崇武，你说的来福咋这好呢？2个儿子没一个有出息的，终于我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出来一个这么好的孙子。爹，我还坐在这呢，你就这么说好吗？咋不好了？我看爹说的就对，这来福这趟回来简直变了个人似的。再说你没本事，还要别人说吗？大哥还在城里是个工人，你是最没出息的。要觉得说你没出息，你不高兴，你别喝我酒啊，你别喝我孙子给我的酒啊。我高兴，我高兴，我没出息又不是1天2天了。爹娘，爷爷，我和弟弟拉了好多虫子。你给我站在门口，你个缺德玩意儿，你连屁股不擦，你决定往院里进，你没看着我和你爷爷喝酒呢？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到60年代，并且穿越到南锣鼓巷88号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身上，更是在村里辈分最大，连50、60岁的老头都要管我叫叔。续接上集，李来福醒来看见老太太就在他身边。大孙子醒了，现在都晌午了，奶奶去给你做饭吃。老太太坐在身边，笑呵呵地看着大孙子吃窝窝头。李来福吃了4个窝窝头。奶奶，我爷爷干嘛去了？去地里干活了。我爷爷还干活？他上次来可是知道李老头躺在院里跟个大爷似的。他干啥活就去做做样子，那些人哪个能让他动手干活？奶奶，我也去下面玩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出了家门，村子里冷冷清清。小叔，我们的糖呢？大哥，别给他，刚才他还扒我裤子了，揪我鸡嘎子。你根本就没有裤子，我啥时候扒你裤子了？听完可把李来福乐坏了。李来福笑完后，自己弟弟肯定要多给几块糖的。
孙子，那老家伙跟铁柱家孩子一辈的，我一来他就躲远远的，他比我还大10来岁，哈哈。爷爷，你也是老六啊？现在老几都无所谓了，前面不管是亲的哥哥还是堂的哥哥，全都嘎光了，我是最大的。爷爷，我怎么感觉你大哥他们嘎了，你好像挺高兴似的？不高兴吗？你太爷爷嘎了，我大哥长兄如父，老大嘎了，老二又长兄如父，然后是老三，他们那些可没少揍我，要不然我能老熊他们后代吗？他们跟我讲规矩，我就跟他们后代讲辈分，就说这种地吧，我愿意来就来，他们敢叫我就敢刨他们爹的坟。李来福不由得在心里给老头竖个大拇指，这老头还真记仇。爷爷，你中午吃饭了吗？吃了，我们都在大队食堂吃的，现在只要干重活就是在大食堂吃，不干活的时候夏天就回家吃点野菜对付对付，冬天就必须来大队食堂吃大锅饭了。去年天天吃大锅饭，把大队食堂吃穷了。李来福这才想到这年月正是吃大锅饭的年代，刚开始每个人高兴得不得了，往死在大食堂吃，天天喊着大食堂好，后来没吃的东西一起挨饿。去年刚开始的时候在食堂吃大锅饭，剩饭都喂猪了，今年吃野菜叶子也是他们活该。孙子，你去玩吧，这里太热了。李来福朝着河边走去，走了足足有2里地，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有，索性在空间里拿了5条4斤重的鱼放在岸边，10几条半斤左右的鱼，2个小时以后拿着鱼提着往回走。大哥，你又钓鱼了。把一串小鱼交给小龙，李铁柱也跑过来，直接把一串大鱼给了他。多带回去吧，就当给你们家菜了。呵呵，谢谢小叔，谢谢小叔。李老六给李来福一个感激的眼神。今天吃棒子面窝窝头喝鱼汤，吃东西归吃东西，可要记得鱼是谁出的，要记在心里。来福弟弟虽然是城里人，还不忘我们李家村。见他说完，李来福和李老头朝着家里走去。孙子，爷爷是真相信你卖鱼挣钱了，那才多长时间，你居然钓到那么多鱼。爷爷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以后你就等着享福吧。好，我相信我的孙子，我是没想到你爹那个小子的福，倒是想到孙子的福了。大孙子回来了，大孙子以后别上地里太阳多大呀！溺爱，绝对是溺爱。不过李来福还就享受这种感觉，老太太也没办法不溺爱。李老头这一房他就得生一个儿子，确实少。每天在村里，李老头几个兄弟最少的都3、4个儿子，孙子更是不用说。第二天早晨，大孙子，你是饿了吗？怎么起来这么早？奶奶，我出去玩了，晚上回来吃饭。大孙子，那你去厨房拿几个窝头，要是饿了就早点回来。奶奶，知道了。顺着山路往山里去，接下来10几天，从最开始的1个小时跑上山，到后来的半个小时20分钟，朝着山下走去，也顺便把他这些天挖的6个陷阱看了看。离挺远就听见第4个陷阱有动静，便把他们收入了空间，里边只有一头7、8斤重的小野猪。你爹你娘呢？刚一出山林，李老头就已经在门口等上了。孙子，你奶奶不是说了让你做陷阱抓野鸡就行了，怎么又抓上野猪？这要是大野猪，你受伤了可咋办？爷爷，这不是我特意抓的，他自己往陷阱里装怪谁？听见老头子说完了，老太太本来想说的话也都咽下去。老头老太太这10几天就像哄孩子一样哄着李来福，年纪越大越离不开孩子。这孙子在这里待10几天，可把2个老人高兴坏了。来福，你去休息吧，这小猪我来弄。让我休息也行，但是做肉得让我做。你们清水煮那肉，我可不吃。我孙子做的肉，我也爱吃。老太太倒不在乎好吃不好吃，主要是怕孙子不爱吃，也同意了。娘，你说这来福咋这么有本事呢？咱们以前天天吃野菜糊糊，偶尔吃顿窝窝头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你说自从来福来了以后，咱现在都吃上肉了，尤其是你家那玉米面，香的都让人想把舌头吃掉了。那是我大孙子可有本事，估计是我公公保佑咱家了。你不知道我那个公公，你们爷爷最喜欢你爹他这个小儿子了。娘，我爹这么不着调，你当初咋找他的？就你话多，被爹听着了，看他揍不揍你。你爹不着调，可是他人好啊，不赌钱咋不能找他？他有6个哥哥的后代，还有一帮堂哥后代都供着他，他不愁吃喝，他要有正事干嘛？嫁汉，穿衣吃饭，我管他那些吗？过了没多久，饭就做好了。以前炖一锅汤就行了，现在居然还炒2个菜了。爷爷，咱能开吃了吗？我弟弟口水都把胸前的面带子打湿了。你还好意思说他？你自己胸前不也湿哒哒的？别说2个孩子了，就是我都流口水了。爹，要说还是你会选地方，家在山上是真好啊，怎么吃喝也没有人知道。这要在山下，估计院门口都围着一堆人流口水了。当时他是为了显示他辈分高，才住在最上面。现在大孙子有能耐了，他也就凑巧了。小龙、小虎，你们出去可不能说家里吃什么了，知道吗？娘，我早就教过弟弟了，再说我也不带他去下面玩，就怕他说走嘴了。续接上集，李来福早晨起来，
就朝后山去，重新在陷阱上放上南瓜皮。现在空间里都快20只鸡了，刚下到山崖下就有一个大洞。突然，一个黑熊传出来一声吼叫，直接用意念把黑熊收到空间，坐在地下，不停地喘着粗气，摸着胸口，看了一眼空间，这头熊有300多斤重，他也不准备再往前走了。往回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前面有响声，一群野猪，足足有10几头。野猪的附近还有一只傻狍子，瞬间便把野猪和狍子收到空间里。这次真的回家了。快到山脚下的时候，从空间拿出一头20多斤的小野猪，把野猪扛在肩膀上，朝着家走。来福，今天这头猪可比昨天大多了，厉害厉害！二爷爷、太爷爷，你们家杀猪？你个小子，耳朵咋那么尖呢？还没等李来福喊他们，呼啦一下子院子里又来了很多人。完了，这吃不成了。孙子咋办？还能咋办？让他们拿村委布卡去吧，咱家也别费了劲了，晚上吃鸡肉啊！这么多人，一人一口肉都轮不上，都是姓李的人，你给谁吃不给谁吃，还是让小六子做主去吧。还没等李来福喊出话，李老头对着铁柱说道：“小子，你把猪拿村部去。”好的，太爷爷。跟你爹说，把猪肝猪心给我掏出来，我还能炒一盘。太爷爷，你放心，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来。说完，他就骑着猪就往外跑。媳妇，咱们一家也去吃，要不然真吃大亏了。门口的人群也跟在野猪后面都走了。大孙子别着急，奶奶那里还有咸肉了，一会奶奶给你炒着吃。奶奶，我急啥呀？这么多天咱家都没断肉，一会儿炒鸡让我爷爷喝酒。没要多少时间，一顿饭便做好了。六爷爷、六奶奶，猪心猪肝我给你们送。村长李老六愣在那里，他看见李老头坐在桌上喝着酒，桌上放着一盘红烧鸡。六爷爷，我陪你喝点吧。我谢谢你，你赶紧回去吧，我不用你陪，这可是我亲孙子孝敬我的酒，你们这帮孙子就会占我便宜。来福弟，你这手艺不错啊。李老六假装没听见，哪个孙子被爷爷骂，还跟他生气。他跟李来福说话：“来福弟弟，可要感谢你啊，你又给鱼又给野猪的，大家都记在心里了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吱声，咱们李家村别的不行，就是人多心气。”六哥，别客气了，我也心里都是一家人。一顿饭吃了1个小时，李老六却缠着酒，一直跟林老头喝着。六哥，我有个事问你呢。你说啥事？咱们村里有稻谷吗？我想要点稻谷，不要多半斤，1斤就行。李来福也是突然想到，空间里玉米面、白面都有，唯独没有大米。简单，库房就有，一会你跟我回去直接装就行了。到了7点多钟，李老六才喝完，把李老头心疼得够呛。你小子真是个老六，你下次别来了。李来福和李老六回到了村支部。来福弟弟，这些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，2、3斤是有了。到家里以后，赶紧用意念进入空间，所有的稻谷都种到了地里。早晨天刚亮，今天要回城里，他可不想跟老头、老太太告别。二叔，我今天回城里，没有跟爷爷奶奶说，你起来跟他们说一声，我过段时间再来。行，那一会儿起来我去说，你没事可得多回来点，你爷爷奶奶可是真想你。我知道了。走了40多分钟后，又走了一会，进了城门也没有回家，而是朝着街道走去。到了街道门口，找个僻静的地方拿出来一头野猪，用麻袋装好。小来福，你咋来了？这不是小来福吗？这次又给我们送鱼来了。婶子们、奶奶们，我找一下张主任。快去，快去，我们主任也刚来一会儿。小来福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最近干什么去了？我下几次片也没看见你。张主任，我去我奶奶家了，他们村里有人打到1头野猪，他们要送到轧钢厂去，我就给拦下了。想先问问你们要不要。李来福说着话，把野猪从麻袋里倒了出来。要？咋不要啊？这猪怕是有100多斤了。来福啊，我叫他们拿到隔壁村种，然后再给你钱。我还怕你们不要呢，要不然我还得扛回去。你这傻孩子，现在哪有把猪肉往外推的道理？你们都别看了，过来吧，拿去称称重，可称准确点，不能少了斤两，到时候让小来福为难了，可就是我们不对了。我的妈，这次不是鱼，是猪啊！这猪得有100斤吧？这是野猪，你们看那俩大牙伸出嘴唇来。好了，都别废话了，赶紧去称重吧。完了咱们大家再商量怎么分，猪肉什么价格大家都清楚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本来人家要送到轧钢厂的，是小来福帮我们接下来的。张主任着重地提了一下李来福，几个人7手8脚地抬着猪去了隔壁的收购站。小来福，你过了年10几岁了吧？是的，张主任。行，我记下了，年底有厂子招工，我会优先通知你的。谢谢张主任。还叫张主任，叫张爷就行了。谢谢张爷。李来福又重新叫了一次，他早就听他老子说过，每年各个工厂都有招工名额，按照级别大小分给厂里各个领导，不过也要做做样子，分给街道几个。张主任称好了，106斤。你们把肉抬到食堂吧，一会儿咱们去拿分。听见张主任的吩咐，
老刘太太头也不回的朝外面走去。小来福，现在有些地方的猪肉2块5一斤了，我们就按2块5一斤算。李来福知道张主任说的有些地方就是鸽子屎。张姨，你能想到我们就已经非常好了，不可能让你来做。他心里也清楚，这猪肉送到轧钢厂3块钱那帮人也会要的。这年头工厂里什么都差就不差钱。张主任从抽屉里拿出钱，数了265块钱。小来福，你来数一数。张姨都数过了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张姨，我先回去了，把钱给人送过去。行，路上慢点走，钱装好了，有事就来找张姨。好的，好的，张姨你留步。